你知道吗？戒烟这件事最好的一面，恰好也是最难的一面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悖论，一个如果你搞不懂，复习几乎就是必然结局的悖论。大部分人，包括可能正在看影片的你，都以为戒烟最痛苦的是什么？是失眠，是焦虑，是头痛，是那种坐立难安，仿佛全身有蚂蚁在爬的感觉，是这些生理上的戒断反应，对吧？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真相，根本不是。那些如果你有正确的方法，完全可以应付。它们就像一场重感冒，虽然难受，但你知道它总会过去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？我叫志明。在跟你聊这些之前，我跟烟当了整整15年的朋友，每天1包半是我的标配。烟是我灵感的伙伴，是我压力的出口，是我社交的桥梁。我从没想过要离开它，直到有一次，我坐在诊间里，医生拿着我的体检报告，眉头锁得很紧。他指着上面的几个数字，然后抬起头，眼神非常凝重地看着我，问了一句：“你还想看着你女儿大学毕业吗？”那一刻，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开始思考烟到底是什么。如果说戒烟最难的不是我们身体上的痛苦，那折磨我们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让那么多意志坚定的人在戒烟几个月甚至几年后，依然在前功尽弃的边缘挣扎，甚至彻底投降？答案是，当你戒烟之后，当那些缭绕了你10几20年的烟雾终于开始散去的时候，你猛然意识到你的人生究竟在哪里。你终于被迫清醒地去面对那些你长年用吸烟来麻痹、来逃避的所有问题和所有情绪。这才是戒烟真正的挑战。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一点，看看这些问题到底长什么样子。首先是那些破碎的关系。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太太看你的眼神吗？不是20岁时的崇拜，不是30岁时的依赖，而是一种混杂着失望和疲惫的无奈。她可能已经不再跟你争吵，不再劝你戒烟，因为她知道没用。你们坐在同一张餐桌上，隔着一盘菜的距离，却像隔着一片无法横渡的深海。唯一的声音是电视机的嘈杂和你自己心里空洞的叹息。还有你的孩子，你答应过他，等他考到100分，就带他去梦寐以求的迪士尼。他做到了，兴奋地拿着考卷跑向你，你却因为刚跟客户吵完一架，心烦意乱，只想抽根烟。你挥挥手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下次再去。”你没看到他眼神里的光是如何一点一点暗下去的。烟雾散去，你看见的是这些关系里一道道无法弥补的裂痕，而你手里空空，不知道该用什么去填补。接着是那崩坏的财务，你可能从没算过这笔账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打开手机里的记账 APP， 或者干脆就用心算。一包烟假设150块，一天1包半就是225块。1个月是6750块，一年是81000块，10年呢是81万，20年呢162万，162万在很多城市已经可以付一间小房子的头期款了。它可以是你孩子的一笔留学基金，可以是你和太太每年1次的高品质旅行，可以是你应对中年危机时那笔让你睡得安稳的救命钱。但现在它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了一堆堆的烟蒂，变成了你肺里洗不掉的焦油，变成了你钱包里永恒的捉襟见肘。烟雾散去，你看着那个停滞不前的银行账户，那种悔恨和无力感像冰水一样从头浇到脚。然后是你自己那不断下滑的健康。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镜子里的自己了？不是刷牙时匆匆一瞥，是认真的端详。你会看到什么？你会看到发黄的牙齿和过早出现的牙周病，你会看到暗淡无光、失去弹性的皮肤，眼角和嘴边的皱纹像被烟熏过一样深刻而憔悴。你会发现爬3层楼梯就开始喘，陪孩子跑几步就上气不接下气。
你的身体，这座你唯一拥有的圣殿，正在被你亲手一点一点地拆解成废墟。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，你变得健忘，注意力难以集中，你变得暴躁，一点小事就能点燃你的怒火。烟并没有真的帮你疏解压力，它只是把压力延后，然后以更高的利息向你的心智健康讨还回来。最后也是最残酷的，是那些错失的机会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。你回头看，10年前那个跟你一起进公司的同事，利用下班时间进修，现在已经是你的主管。而你的10年，有多少个夜晚是在阳台或楼梯间，用一根又一根的烟来犒劳自己一天的辛劳，然后刷着无意义的短影片度过的？5年前，你有一个绝佳的创业机会，合伙人都找好了，计划书也写了，但你害怕失败的压力，害怕那种不确定性，你习惯性的点燃一根烟，告诉自己再想想，再稳一点。于是机会就这样在你的指尖和烟一起化成了灰。烟雾散去，人生半场，你站在一片狼藉之中。关系疏离，财务紧张，健康亮红灯，事业停滞不前，你感到恐慌，感到窒息。这时候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你脑中响起：太痛苦了，来一根吧，只要一根，一切就都好了。这才是戒烟真正的魔王关卡，不是身体上的瘾，而是心理上。面对这片由自己亲手造成的人生废墟时，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绝望。当烟雾散去，你最害怕看清的是哪个问题？是岌岌可危的关系，还是停滞不前的工作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激烈的反驳我，志明，你说的不对，我明明很痛苦，我每天都在自我毁灭，我讨厌这样的自己，这怎么可能会是舒适区？我完全理解，请你先深呼吸，听我解释这个最核心的心理洞察。没错，吸烟让你痛苦，但请你理解，处理成瘾这件事情本身对你的大脑而言是熟悉的，是可预测的。你知道吸完这根烟，你的焦虑会暂时缓解。你知道，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，点燃一根烟可以给你一个暂停的借口。你知道，在尴尬的社交场合，第一根烟可以打破僵局。这个吸烟暂时缓解，再焦虑，再吸烟的循环，虽然是个负面循环，但它是一个你走了100遍的，闭着眼睛都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路径。相比之下，去处理那些你真正的人生难题，可怕多了。你怎么去修复一段已经冷淡了10年的婚姻？第一步该说什么？说错了会不会让情况更糟？你怎么去面对一个停滞不前的事业？是该转行还是该创业？万一失败了，房贷车贷怎么办？家人的眼光怎么办？这些问题是未知的，是庞大的，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它们带来的是比单纯的尼古丁渴求要深刻100倍的不确定性和恐惧。于是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吸烟这件事成了你最好的挡箭牌。它成了一个最方便的借口，一个让你无限期拖延，不必去面对真正人生难题的完美理由。我状态不好，都是因为烟瘾犯了，等我戒了烟再说吧。我需要烟来给我灵感，不然这个企划做不出来。压力太大了，先抽根烟缓缓，明天再开始处理那些烂事。看到了吗？吸烟这帖拖延之药，无为之药，反复思虑之药，让你心安理得地停留在原地，去处理那个虽然痛苦，但你却无比熟悉的成瘾问题，而不用去碰触那个巨大、未知且真正重要的人生问题。这就是我说的不舒服的舒适区。你待在一个不断伤害你的地方，仅仅是因为你害怕走出去，去面对外面那个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却可能通往新生的世界。但是，如果我告诉你，所有这些浮现出来的问题，所有这些你看见的人生废墟，不是一场灾难，而是你一直在等待的那个唯一的机会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最核心，也是唯一能让你彻底走出轮回的解法——视角重构。请你把这句话刻在你的脑子里。
戒烟不是让你增加了痛苦，戒烟是为你移除了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最大障碍。你不是在失去一个朋友，你是在拆掉一堵挡在你和真实世界之间的毛玻璃墙。墙拆掉了，你第一次看清楚了房间里到底有多乱。这时候，你获得了一样你过去几十年从未真正拥有过的最宝贵的东西——清醒。有了清醒，你才能第一次真正识别出那些真正卡住你人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。不是模糊的压力大、心情不好，而是具体的。我和我太太的沟通模式出了问题，我的专业技能已经5年没有更新了，我对我孩子的关心只停留在口头上。让我们回到那个小船与战舰的类比。过去，当你是一个吸烟者，你就好比是坐在一艘不断漏水的小木船上，你的每一天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干嘛？要水。水就是你的烟瘾，你的戒断症状。你手忙脚乱地把水舀出去，精疲力尽，稍微喘口气，水又淹了进来。你根本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力气去抬头看看海图，去分辨一下方向，去思考我要开往哪座岛屿。你的全部心神都集中在不要沉下去这个念头上。海面上随便来一个小小的风浪，譬如跟老婆吵架，被老板骂了2句，你就感觉这艘小船快要翻了。这时候你唯一的念头是什么？是赶紧靠岸，回到那个熟悉的能让你暂时安全的港湾，点燃一根烟。而戒烟就是你下定决心要离开这艘破船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很艰难，你可能会在风浪中喝好几口海水，但你的目标是登上远方那艘坚固的战舰。当你成功了，你终于爬上了战舰的甲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首先，脚下是坚实的，你不再摇晃，内心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稳定感。这就是摆脱了尼古丁绑架后你获得的内在力量。然后你走进了驾驶舱，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是宽敞明亮的舷窗，外面海阔天空，是清晰的雷达萤幕，上面标示着前方的暗礁和航道，是你手中紧握着的冰冷而有力的舵轮。这就是清醒，你终于拥有了掌控感。海面上的风暴，也就是那些人生难题，依然存在，甚至你看得更清楚了。你知道那片乌云下面是狂风暴雨，但你的形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在小船上，你的想法是完了，我要淹死了；在战舰上，你的想法是风暴来了，我该如何调整航向，安全通过它。看到了吗？问题还是那个问题，但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。你不再是问题的受害者，你成了问题的解决者。你从被动的应付人生变成了主动的驾驶人生。所以，当烟雾散去，当你看到那些废墟和裂痕时，不要害怕，不要逃避，你要对自己说：太好了，我终于看见了，我终于知道我的船要开往哪里，要修补哪里了。这些问题不是来摧毁你的，他们是你重塑人生的施工蓝图。我曾经有一个客户，我们叫他阿杰。阿杰是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，但同时也有着非常严重的多重成瘾问题，其中最困扰他的就是烟瘾。他靠着惊人的意志力，真的把烟戒掉了，整整1年，他一根都没碰。我们所有人都为他喝彩，觉得他已经成功了。但1年后的一天，他给我打电话，声音充满了沮丧和羞愧。他告诉我，他复吸了，而且比以前抽得更凶。我问他：阿杰，这1年你感觉怎么样？他说：很糟糕，我以为戒了烟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但我的生意还是一团乱，我跟我老婆的关系还是很紧张，我每天都觉得很空虚。我撑了1年，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当一个巨大的合约失败时，我下意识的就拿起了烟。我这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阿杰犯了一个很多人都会犯的致命错误，他仅仅是停止了吸烟，他只是从那艘漏水的小船上跳到了海里，然后拼命的踩水，踩了1年。他没有去登上那艘叫清醒的战舰，更没有利用战舰的能量去解决他生命中那些真正的风暴。他的生活和1年前一样糟，所以当痛苦的临界点来临时，他
他的大脑自动选择了那个最熟悉、最省力的逃避方式。后来我们改变了策略，我告诉他，阿杰，这次戒烟只是第一步，是我们的抢滩登陆。我们的目标不是守住沙滩，而是要攻下整座岛屿。第二步，我们把戒烟成功后，他所获得的那种我连烟都能戒掉，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强大自信心和纪律性，当作是他最强大的武器，主动去攻击那些真正重要的战场。我们列了一个清单，第一项，修复与太太的关系。他不再是下班回家就躲进书房，而是开始笨拙地学习每天跟太太分享一件工作上的趣事，学习在他疲惫时给他一个拥抱。第二项，整顿事业。他把每天抽烟耗费的2个小时用来学习新的行业知识，分析竞争对手。他把省下来的烟钱拿去报了一个领导力课程，过程很难，比单纯忍着不抽烟要难得多。但他慢慢发现，当他开始动手去修补他的人生时，那种想要吸烟的念头竟然袭击般的变少了，因为他的心不再是空的了，他被一种新的东西填满了，一种叫做掌控感和希望的东西。他把戒烟的胜利变成了一个撬动整个人生的杠杆，他不再是为了逃避痛苦而戒烟，而是为了追求幸福而选择不吸烟。你看，这就是根本的区别。所以朋友，请你记住，戒烟从来不只是停止吸一种东西那么简单，它是你重塑人生的开始。你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出的纪律、毅力、决心，这些千金难买的品质，将会迁徙到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成为你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最强大的武器。你不是在逃离一个坏习惯，你是在奔赴一个全新的、更强大的自己。这才是过你现有的生活和建立你想要的生活之间那道真正的分水岭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丝触动，在评论区留下一句“我准备好了”，给自己一个开始的仪式。也请五木党点个关注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关于戒烟和重塑人生的硬核内容，相信我，你不会想错过的。